普通老百姓该怎样直面和度过经济下行期？谈古论今，侃天侃地，大家好，我是葛龙。今天我们聊一个事关我们每一个深斗小民的话题：一个普通老百姓该如何面对和度过经济下行期？经济有周期性的啊，有繁荣就会有萧条，有危机，任何国家都无法例外。不要以为一个人会一辈子生活在盛世中，从历史上看，这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历史上最著名的文景之治也就只有43年的时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除了新中国时期，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垃圾时间，反反复复，来回折腾，城头大王旗，城外百姓众。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已经习惯了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大环境和行为模式，我们这整整一代人都没有应对经济衰退和萧条期的经验，这导致不少人懵懵懂懂，甚至稀里糊涂，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支离破碎，一地鸡毛，最后还不知道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有一句经典名言：动荡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延续过往的思考方式和行为逻辑。今天格隆以一个宏观经济研究者和基金经理的双重角度，给普通百姓如何度过经济下行期给一些建议。首先，你得正确认知和评估经济下行的时间的长度和烈度。日本上个世纪在人口老龄化和地产泡沫破灭的双重打击之后呢，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苦苦挣扎，才最终从泥坑里面艰难地爬了出来。我们的经济弹性比日本大得多啊，当然就不会简单重复日本的历史。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与人口红利、与投资拉动相关的那些低垂的果实，确实都已经被摘完了。作为人生资源和安全垫本来就不够厚的老百姓，宁可过分高估这轮经济下行期的长度和烈度，也绝不可等闲视之。其次就是不要指望你能够独善其身，全身而退。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啊，都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在经济下行、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面，普通人是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躲避掉危机的。你想想看，如果普通人都能够规避风险，哪里还有什么危机？既然是危机，就注定了大多数人，普通人就躲不过，所有人逃无可逃。多数普通人能够躲过的危机，那就不叫危机。说完上面2个认知层面的建议，第3个就是如何应对经济下行的具体的操作建议了。最优选择当然是抗争，与经济与生活单手腕。我知道很多人会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啊，因为很多人不是没有抗争，而是抗争完了依然过得不太好。老实说，这种波诡云谲、离沙俱下的大背景下面，多数人确实都不会过得有多么好，但怎么办呢？日子总得过 ，march or die， 我们必须往前走。这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强大，而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没有退路。我们每个人肩头都有养活妻儿、养活父母的责任，有与生俱来、抚养无愧的人生荣耀追求。躺平是很容易，但它是一个很卑微、很屈辱的投降。但凡有一丝选择，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选择这种近乎放弃人生、生命尊严的活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可以和生活扳手腕的人，是很难。但是做一个躺平、摆烂、无所事事的普通人，也绝不容易。你可能一样要受尽困苦，最后还一无所得。这个世界上面，有人为一日三餐争，有人为高官厚禄争，也有人为天下争。大家都要记住一句话：我们是来创造生活的，不是委屈自己迁就时代的。著名的演员姜文写过一篇文章《狗日的中年》，文章我没有读，但是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一眼就记住了。它其实可以套用到很多的名词前面啊，比如说狗日的工作、狗日的生活。狗日的3个字非常传神，是一种咒骂，你丫的不是好东西，这个疼得我遍体鳞伤。但这3个字更是一种挑衅，一种蔑视，一种绝不退缩、绝不认输的决绝。你狗日的别嘚瑟，尽管放马过来，老子和你拼了！这是我欣赏和喜欢的一种生活态度。世事维艰，没有人能够替你强大。生活本质上面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货，你不举起你的拳头，不保持激情、爱和温度，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变得冷漠、麻木，把你做得鼻青脸肿。这个世界上面，有人为一日三餐争，有人为高官厚禄争，也有人为天下争。大家都要记住一句话：我们是来创造生活的，不是委屈自己迁就时代的。摆正了态度，剩下的就是具体应对动作了。我的建议是，
7个字：养活自己，不作恶。能做到这7个字就足够好了。养活自己蕴含着2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让自己一直活着；第二，活得还算不要太糟糕。在经济萧条期这并不容易啊，因为需要在工作、在投资、在人际关系等等诸多细节上面都要去做好。首先，你得努力赚钱。这是你在经济下行期需要，甚至是唯一要做的事情。别总是扯一些有的没的的宏大叙事，你需要做的是殚精竭虑的去赚每一分钱，不要让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家人陷入贫困状态。穷可以让一个人卑微到什么地步呢？我看到过网上一句的高赞回答是这么说的：为了获得低息贷款，南美某桑巴足球大国的总统访华的时候说，他经常熬夜看中国足球比赛。我们传统的教育和认知总以为苦难会让人变得更为强大，但不是的。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会被苦难折磨得不成样子，懦弱、保守，浑身充满奴性。你如果不想让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沦落到这种状态，你就去认真赚钱去。其次是工作上面，尽量别任性，别裸辞。996也好，896也罢，在这种大环境下面，没有人是容易的，包括你的老板，他极可能比你活得还憋屈，还压力山大。一份工作既是你基本生活保障的兜底，也是你维持绝大部分细胞求生欲望和活力所需要的疼痛的清醒。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创业啊！实在要尝试，尽量试一试那些轻资产，或者最好几乎不需要资产投入的生意，比如试试做网红。某种程度上面说，当网红是目前普通老百姓为数不多的几个上升通道之一，还能够偶尔看到咸鱼翻身的神话，而其他的赛道早就被瓜分殆尽，普通人基本没有染指的可能。然后就是在家庭资产配置上面，要尽量保守，尽量别买房，别上杠杆，别贷款，别消费升级。如果想理财怎么办？那就去相信人类命运，定投一些能够代表全人类进化方向的科技类指数的 ETF， 或者配置到那些长久期的低波动的类固定收益的品种。然后就是人际关系上面务必低调做人。经济萧条期的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和人群会充满了怨意和戾气。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举动会让身边的一个人达到他的临界状态，然后突然爆发。如果你幸运的混好了，关起门来偷着乐就好了，点外卖叫滴滴都要客客气气的。如果很不幸混得不好，那就看看比你更不好的，或者回顾一下50年代、60年代，找找平衡，同时也找找平替。人家喝汽水，你喝水；人家吃冰棍儿，你吃冰，一样解决问题。特别提醒的一点是，如果不小心万劫不复了，那也绝对不要跳楼。重要的话说3遍。贾跃亭和许家印都没有跳，你就更不要跳了，大不了做个老赖，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人都是自己把自己逼疯的。以前说过一句话，就算是垃圾时间，但拾荒也有乐趣。要不然呢？如果还想再多做点有意义的事儿，那就去学习，去读书。一个人默默的读那种需要耗费很多时间的专业书，在经济萧条期，于老百姓而言，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你去把时间花在学习和读书上面，去沉淀自己，提高自己，会是最有效的对抗垃圾时间的办法。比如学一门第2外语，西班牙语、法语，或者把你的英文单词量从原来的8000、9000推高到2万。最后是不作恶，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时代的逼仄会在某种程度上面鼓励人性恶的滋生。所以作恶不是单纯的说偷鸡摸狗啊，乃至杀人放火，所有违背良心、正直、上进、勇气、激情这些人类的底层价值观，所有阻碍、破坏人群的公共福祉，妨碍整个人类更富足、更有尊严生活的，都是作恶。比如当下我们身边很多方兴未艾的各种极端民粹和排外，就是如假包换的作恶。或许会有人说，排外算什么作恶呀？就算外资全撤走了，中国也不会垮掉啊。是的，确实垮不掉。但你知道59年、61年3年困难时期吗？你知道66、76年10年浩劫吗？就那样也没有垮。你再看看我们东北边那个动不动就放冲天炮的哥们儿，垮了吗？比起来，外资全部撤离也确实算不了什么。这在中国5000年历史上面毛都不算，还垮呢，笑话。但是你的人生肯定是垮了。你本来今天晚上早点睡，是为了明天去和一个大客户谈判的时候精力充沛，表现良好。现在你晚上早点睡，是为了明天早上排队买粮食的时候能够排得靠前面一点。
最后是格隆想对很多人说的一段心里话啊，很多时候时代的变迁会远远超出普通人的理解和应对能力范围。社会大潮滚滚向前，于老百姓而言，除了被动的顺从和默默承受，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历史从来不是线性向前发展的，个人和家族能否最小的避免掉历史的轮回，只能是靠运气和认知。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乐观。我从来都相信，所有的山穷水尽背后都藏着峰回路转。我们需要做的是锻炼身体，调整心态，淡静观察，去努力发现和享受当下生活中的美好，并等待更多好事的发生。好事当然会发生，事情不会一直糟糕的，总会有君子回归。有一段话，格隆特别喜欢，送给大家：日落是免费的，春夏秋冬也是。不要觉得人生那么无望，希望你能快乐。我们总是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卉，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和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还有朋友，还有亲人，还有无数盛开的花朵。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我没说不公平，也没说苦，我说我知道了。我是格隆，关注我，做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